来看，迟爱也很甜。话说这年头，古早味豪门联姻真是不流行提前看照片了。女主唐君瑶被爷爷用绝食这降智一招给直接拿捏，她连结婚对象是袁世扁都还没搞清楚呢，就只能按着工业糖精剧本稀里糊涂的被催着往民政局大门冲。道德绑架大师爷爷为了把她嫁出去也算拼老命，不仅好几天滴水不进，还摆出一副随时要撒手人寰的样。到了地头一看，这装备阵仗简直像黑社会街头，全是大佬保镖，把现场气氛衬托得十分刻意压抑。直到那位号称行走的烂梗制冷剂几大少露脸，全场花痴女同胞的口水瞬间夸张到要流到地心去了。哪怕是见惯大场面的民政局长，在季家老爷子这强权设定前，也得跟个小孙子似的弯腰谄媚带路。所谓特权绿色通道，就是给这种法外狂徒豪门准备的，只要能强行推进剧情，办手续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欲擒故纵的女主看着眼前帅得过分的男主，心里不仅没有任何波澜，甚至还有点想早点打卡下班回家。而咱们面瘫几大少则全程冷着一张装逼冰山脸，仿佛这根本不是在办结婚证，而是在签什么破产协议。女主结完婚第一件事竟是急着回医院立敬业人设，毕竟在神医眼里，救死扶伤可比应付面瘫冰山脸重要。纪汉成看他走得干脆利落，也是按套路愣了一下，随后便霸总上身冷冷警告他，把今天领证当成绝密，如果让外界知道他堂堂逼王大少结了婚，那这个被强塞的太太恐怕又要触发什么狗血的后果自负了。唐君瑶立清高人设，无所谓的耸肩表示自己很忙，爱情这种奢侈品，他这事业脑目前是没有任何消费欲望。他回到医院后，把结婚证发给自家强迫症爷爷，老人家看到假证般的结果后，终于乐呵呵地端起了饭碗，看着爷爷那如释重负的样子，圣母女主心里也酸涩。她明白这桩离谱婚事其实是老人家最后的临终寄托。工具人闺蜜苏雪得知这重磅消息后，下巴都快掉到地上，死活不敢相信好姐妹竟成了大名鼎鼎的几太太。苏雪不仅是个没脑子的八卦爱好者，还是顶级颜控，非要亲眼看看那位传说中的帝都霸总首富长啥样。当她看清结婚证上那个冷峻男人的名字和长相时，整个人瞬间浮夸的原地爆炸，直呼女主你摊上大事了。这位纪汉成可不是普通的降智富三代，而是帝都出了名的中二活阎王，且做事从来不留任何情面。据说凡是得罪过他的配角，基本都排队去破产了。在帝都这小地方，还没人敢不给他三分薄面喊声继爷。唐君瑶倒是装得淡定，继续拿手术刀准备上手术。反正他和那面瘫男人说好了，只要这烂大街的3个月期限，如果不是为了让重病爷爷安稳吃下那口药，他这清高白莲花绝对不会和这种危险的装逼人物扯上关系。这婚结的可谓是毫无逻辑且充满了烂俗契约感，当事人双方这傲娇怪其实都恨不得明天就去办离婚证。闺蜜苏雪一边吐槽一边叮嘱女主保命要紧，千万别仗着玛丽苏美貌就去试图挑战那位活阎王的底线。女主刚回唐家老宅就感到剧情需要的不对劲气氛，家里群演佣人看她的眼神里都带着一丝丝的刻意怜悯。爷爷病情在胰腺癌折磨下强行到了最后关头，刚才那顿夺命红烧肉其实就是所谓催泪的回光返照。老爷子拉着孙女的手，语重心长地交代水字数后事，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督护着这可怜的玛丽苏孩子。他当年用烂俗的娃娃亲承诺逼着纪大少娶妻，就是想在自己领盒饭后能给孙女找个硬实的外挂靠山。唐君瑶眼含热泪地哄着倔强爷爷要乖乖听话睡觉，甚至不惜用光速离婚这种借口来威胁老人家不要锁门。转过身，他就理智的可怕，让管家去联系殡仪馆准备后事。作为神医，他太清楚这具情杀的脚步声有多沉重，尽管心里已经矫情的碎成一片片，但他还是咬牙硬撑。在爷爷面前，他必须保持最后那丝死鸭子嘴硬的伪装感。当晚，爷爷终究还是按剧本静悄悄在睡梦中离开人世。唐君瑶抱着已经冰冷的躯壳哭的那叫一个泣不成声。曾经那个会为了他跟反派吵架的老顽童不在了，这孤儿女主世上最后一片属于她的强行温暖也彻底熄灭。季老爷子得知唐老杀青去世消息后，也是老泪纵横，立刻让司机备车前往唐家送这位工具人老友最后一程。他还特意打电话给正在公司装逼忙碌的纪汉成，道德绑架要求他必须立刻赶过来尽一个便宜孙女婿孝道。可惜纪大少是个天生反骨且自大的主，他在电话里无情拒绝了这种强迫性要求。他用难得标准觉得自己答应领证结婚就已仁至义尽，没必要再陪陌生女人演什么狗血孝顺大戏。季老爷子气得在电话这头破口大骂逆子不争气，却也明白这男主光环的牛脾气一旦上来了，谁也拉不住。为了保护好那个孤苦无依的女主小丫头，季老还是像送人头一样安排了最精干保镖去暗中加强安保。这时标准反派只认钱不认人的渣爹也闻讯赶来，一开口不是安慰女儿，而是抱金币般质问为什么不通知他。唐君瑶冷冷看着这个所谓的父亲拙劣表演虚伪哭戏，
霸气侧漏指着大门告诉他，如果不真心吊唁就滚犊子。最后在季老爷子强行主持下葬礼才算体面收场。老爷子顺水推舟提议让女主搬到季家同居别墅去居住。唐君瑶顺坡下驴，知道这是老人家好意，也是为安全，他默默点点头，毫无留恋地答应搬离这个伤心的地方。刚收拾好东西就触发剧情，有私人律师找上门，说是有爷爷生前特意交代送外挂的绝密文件要签署。原来爷爷偏心，把手里20%股份全给了孙女，甚至连这栋价值连城能当博物馆的老宅也指名送他。不仅如此，老人家存在银行的巨额现金基金也没落下。这些原本渣爹觊觎的财产，现在爽文般全归了唐君瑶。工具人律师还递给女主一封爷爷临终前催泪亲笔信，信里满是老人家废话般对这些年来亏欠孙女的那些话。与此同时，套路般角落里有反派正密谋着夺权。那位李律师其实还故弄玄虚，替老人家守着最后一个大秘密。报复处理完遗产的女主提着简单行李箱准备去同居。济汉城的打工人助理徐明凯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了。徐助理尴尬解释，济大少又俗套的因为开会走不开，只能由他这个底层牛马打工人来接新进的少奶奶会。当女主为了反差感骑着炫酷重型机车出现在别墅区门口，没眼力见的保安还以为是哪家叛逆期精神小妹。徐助理见状跟个太监似的赶紧小跑过来给姑奶奶开门，生怕怠慢了这位连冰山季爷都不敢正面硬刚的主。唐君瑶得了便宜还卖乖调侃有钱人世界确实方便，进个门都不需要刷脸，直接刷这万恶的人情世故就行了。别墅里的狗眼看人低管家刘嫂表面恭敬，眼神却全是鄙夷。他觉得这女孩一看就是想飞上枝头的心机麻雀。恶毒刘嫂甚至在安顿好女主后直接找烂借口罢工请假，脑残般想让这个所谓娇生惯养大小姐在别墅自生自灭。唐君瑶倒是乐得清静，直接撸起袖子大秀厨艺准备开火。毕竟女主光环加身，她可从来不是个饭来张口的废柴。她接地气的在厨房美美给自己煮了碗生化武器螺蛳粉。正当她吃的大汗淋漓时，济大少居然精准卡点进来。济汉城看着这接地气的狼藉和那股难以言喻的销魂味道，整张脸气得发黑，几乎能和厨房的锅底灰比比深沉。他这趟回来其实是强行推剧情，找女主补签婚前协议，核心内容就是烂大街的隐婚，3个月后立刻光速离婚。特别是霸王条款写着，如果女主大嘴巴泄露了婚姻关系，那就得面临通货膨胀高达1亿的天价精神损失费。唐君瑶视金钱如粪土，冷笑一声，二话不说就签了大名。他对季家那点臭钱是真的装作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抖 M 济大少看着他如此果断，反而心里犯贱，有点不是滋味。他这被迫害妄想症又怀疑女人在玩欲擒故纵。第二天女主回医院就被降智渣爹带人医闹班给堵了，厚颜无耻张口就要他把股份和房子全转到自己名下。毒舌唐君瑶不仅当众打脸拒绝无理要求，还无情反讽一番，气得这废物中年男人的血压瞬间拉升到了天灵盖。赶走这群无脑苍蝇后，她约闺蜜去大学城吃垃圾食品烧烤，想用这种强行接地气的方式来宣泄心中郁闷。苏雪对济大少奇葩行为感到十分不解，甚至脑洞大开，怀疑他下半身是不是有什么不行了的难言之隐。唐君瑶没心没肺大笑说，可能真是生化武器螺蛳粉立奇功，直接把这位装逼有洁癖的霸总给熏得不敢回家。正当两姐妹在路边撸串时，地球太小刚好碰到了济大少朋友，这一波强行偶遇让吃瓜气氛瞬间变得十分微妙。那帮眼瞎的花花公子还没意识到眼前这位就是大嫂，甚至还不知死活想凑过来搭讪，问美女有没有兴趣喝一杯。醋王济汉城黑着脸坐在角落像个幽灵，看这出荒唐闹剧。他这老封建怎么也没想到自家新媳妇会如此不正经。幼稚鬼为了气女主，竟然拉着个整容嫩模当众表演低级暧昧，想试探这法律上的妻子到底会不会争风吃醋。结果唐君瑶像看猴戏，连个正眼都不给，甚至还想点个赞。这种看智障般完全不在乎的态度让季爷备受打击。济汉城气得当场买单走人，还赌气般顺走一个蛇精病网红，准备把这自导自演的无聊绯闻大戏演到热搜顶端去。结果回房，这假海王连人家网红手指头都没敢碰一下，直接人傻钱多甩出100万作为刚才客串假戏的片酬。第二天不出所料，这买来的花边新闻直接冲上同城热搜，全帝都吃瓜群众都在盲目感叹济大少的所谓风流成性。济大少装模作样喝着咖啡，暗中观察女主反应。这直男脑回路，竟觉得这烂招能让女人知难而退，早点离婚。鉴表达人唐君瑶一眼看穿这伤敌为零自损1000的幼稚把戏，她不仅毫无波澜，甚至还觉得这男人莫名可悲。既然霸总被害妄想症这么怕被普通女医生死缠烂打，那他不如大发慈悲成全这种2条平行线的伪单身生活。这时没脑子渣爹又开始在背地里密谋下3烂的歹毒计划。他联合那模板化恶毒继母，想要在半路强行劫杀女主。因为法盲反派觉得只有唐君瑶彻底物理消失了，
那20%股份才能违背继承法顺理成章回到他手里。强行洗白同父异母弟弟良心发现，发了内鬼预警。唐君瑶歪嘴战神般冷笑一声，准备看看这帮废柴有多大本事。当晚纪汉成耐不住寂寞，早早回家想找人聊聊，结果一进门又被那股生化武器级别的家常菜味道给物理暴击。死要面子纪大少为了显摆阔绰，非要转餐费，而且这冤大头还专门按被坑的市场最高价500块一吨来结账。财迷女主本着不坑白不坑原则，让他直接转账徐助理。这种死认钱泾渭分明的契约关系，倒也让他觉得轻松。纪大少一边作呕嫌弃螺蛳粉，一边又真香警告，胃口大开。这种打脸口嫌体质表现，简直是沙雕霸总界的一股泥石流。女主由于外挂机车强行罢工，不得不打车去值班。没想到半路这漏风剧本真遇到了几个极度不专业的尾随者。挂逼老司机见状，二话不说把出租当赛车开，一脚油门，带着女主在早高峰街道无视交规，上演现实版狂飙速度。虽然惊险甩掉那帮领盒饭的业余绑匪杀手，但觉醒女主意识到总被这帮战五渣被动追着打绝不是长久之计。她找苏雪借了辆提速极其离谱的限量版装逼跑车，准备深夜去给那帮没长眼的炮灰反派发点物理便当。毕竟全能女主在国外不仅会拿手术刀，还偷偷点满了飙车技能树，对付几个街头小混混简直像在虐幼儿园小孩。苏雪虽假装担心女主，但也知道这位开挂姐的实力，于是土豪般安排自家最好司机把拉风豪车给送了过去。这车可是妹控苏大少最宝贝的心头好。唐君瑶这女海王开着她在深夜公路无视限速像闪电划破装逼长空。苏雪还是死性不改，八卦女主和纪大少进度，甚至花痴想知道那清汤寡水不近女色的爷到底有没有男主标配腹肌。唐君瑶翻个大白眼，装尼姑，表示对这种生物没兴趣，强行解释再好吃的红烧肉天天看也会有视觉审美疲劳。女主为引蛇出洞，故意送人头班，在值班后独自驱车。那帮智商欠费的亡命徒果然像狗皮膏药，再次咬钩紧跟在后。只要把人带到没监控的烂路，那就是武神女主的主场。他这回非要揪出到底哪个脑残反派一直在背后送人头。瞎眼壮汉还天真以为这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鸡女大夫，拿着破铁棍就妄想给这挂逼豪门继承人一个教训。纪汉成仿佛装了雷达车，刚好路过发现不对劲，他这伪君子没立刻英雄救美，反而腹黑关了车灯，坐后排吃瓜看戏。他想亲眼探底，看看这扮猪吃虎的女主还藏了多少马甲，也想趁机考察她有没有资格坐稳基太太这破位置。结果唐君瑶反牛顿一个优雅侧踢，直接让对方秒损跪地求饶。这浮夸动作简直比吊威亚的武打电影还要利索。临走前，装逼犯还不忘给炮灰留下一句夺笋建议，让他们滚回去转告渣爹。唐心想要抢这遗产，还是等下辈子吧。纪大少在豪车里全程偷窥了这出抗日神剧般格斗，嘴角勾起极其油腻的玩味弧度，觉得这主妇生活越来越有趣。回家后，这俩戏精非常默契地对刚才暴力事件装死，闭口不提，仿佛大家今晚只是刚好在正常点下班遇到了而已。女主发善心，顺手给大老爷煮了碗清汤寡水面，财迷属性爆发，顺便要把刚才强行多收的430块餐费退给助理。没吃过苦的纪汉成看着那碗加了咸菜荷包蛋的穷酸面条，平生第一次被降智班，觉得这种地摊货的味道竟还挺香。苦逼徐助理收到退款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狗眼，他心说这位奇葩少奶奶还真是抠门，把账目算到了头发丝里去。季爷那闲出屁的朋友圈已因为跑车炸开了锅，八卦男们纷纷猜测到底是哪个狐狸精能借走苏大少的装逼新宠。纪汉成一想起女主和苏家关系，这亚洲醋王心里就堵得慌，脑补这女人明明结了婚，怎么还不知检点和别人暧昧。唐君瑶倒是女汉子般坦荡，说苏雪是从小玩到大的死党，借辆千万跑车开也只是神仙闺蜜间再正常不过互动。她还顺嘴毒舌吐槽季爷这种绿帽妄想症的敏感霸总病，大家一共就拼单过3个月，完全没必要搞得像查户口一样。帝都另一位强行出场的陆少在酒吧门前偶遇女主，惊鸿一瞥，这古早设定下竟然发春扬言要对大美女展开追求。腹黑男苏玉在旁边笑而不语，看热闹不嫌事大。他心说你这缺心眼，要是真敢去追，那可是要在太岁头上挖季爷墙角。纪汉成得知这绿帽预警后，整个人像个空调，在办公室狂放冷气，搞得全市场部的可怜牛马都以为今天又要被开除。无能渣爹在得知绑架失败后，像小丑般气得跳脚，大骂那帮水货练家子居然连个手拿剧本的弱女子都打不过真废。那个纸老虎继母陈兰也是吓得脸色惨白，冷汗如瀑布直流。他这蠢货没想到第一次雇凶杀人计划竟被单方面碾压收场，最后还是标准绿茶婊妹妹出了个极其阴损的烂招，打算利用女主老套的王母遗物来作为最后上钩的道德诱饵，只要能在烂俗的下个月生日宴把唐君瑶骗进鸿门宴就行。
这帮反派盲目自信，到时候定能逼他把股份全吐出来。唐君瑶被闺蜜强行拉去市中心刚开的夜店大酒吧，烂借口说是最近值班太累，非要用劣质酒精来麻痹一下神经。坑货苏雪为让好姐妹在舞池孔雀开屏成最靓的仔，竟特意去商场选了套10分擦边性感的暴露战袍。绿茶女主嘴上傲娇拒绝，身体却极诚实，换上辣眼妆，强行描写这种反差魅力，连路过的单身狗都要哈喇子回头看2眼。结果这俩疯丫头一进门像装了 GPS， 刚好撞上消遣的季爷。这波强行偶遇的孽缘简直让全场空气都尴尬到停止流动。唐君瑶本着来都来了的快乐原则放飞自我，拉着苏雪在舞池中央像2根扭曲的面条跳起了极其火辣的勾人爵士舞。泰迪路大少在2楼看台看得口水哗哗像瀑布直流，指着舞池里的擦边女神瞎眼问季爷，这女人是不是在哪有点眼熟？纪汉成看着名义老婆在那种乌烟瘴气地方大放异彩，直男癌发作顿生，那种自家白菜被猪拱了公诸于众的狂暴愤怒感。他死鸭子嘴硬冷笑，让陆景南有种就去追那火辣美女，却护士班在背地里暗戳戳示意助理随时带保镖准备去武力收场接人。舔狗陆大少屁颠下楼找女主油腻搭讪想请客，唐君瑶这酒托也不客气，专坑土大款，直接点全场最贵的1瓶烈酒。结果又菜又爱玩的苏雪先把自己给喝成不省人事醉猫，女主只能无语的扶着这惹祸精醉鬼闺蜜，准备狼狈打车回家。醋坛子季爷终于装不下去，黑着脸诈尸出现在2人面前，霸道总裁病发作，二话不说直接把半醉的女主像麻袋般扛到肩上。回家后，女流氓唐君瑶借酒劲开始对纪大少各种擦边动手动脚，离谱到甚至把这当成是在给哪个男科病人做全身检查。纯情老处男纪大少活20多年，第一次被摸得快要自燃起火，他强吸一口气，洗脑告诉自己一定要保持金鱼霸总的装逼矜持。第2天断片醒来，女主看自己完好的衣服，侥幸松口气，暗讽那个柳下惠制冷剂男人那不近女色的自律性还真是值得点赞。她亡羊补牢，打电话给助理询问坑货苏雪下落，得知这惹祸闺蜜在陆家被照顾休息得很好后，才算放下了廉价的心结。纪汉成看着女主和打工人助理聊火热，心里又狂冒酸水。他这傲娇狂觉得这水性杨花女人简直是人生中最大的活体麻烦。狗血剧大赏苏雪醒来发现自己竟在陆大少客房里，这种强行凑对的荒唐经历让这戏精觉得自己清白这辈子是彻底毁了。陆大少则在楼下委屈哭诉昨晚被苏雪当苦力折磨，吹了一宿破气球。这种硬核直男的奇葩控诉简直是让人无语，笑掉大牙。纪汉成看女主淋雨回家竟大发慈悲，心疼想送雨衣，却又死要面子傲娇瞎扯说是徐助理在路边地摊随手捡来买的。唐君瑶看着那件镶金般昂贵的离谱的高级雨衣，莫名其妙，心说这年头连底层助理买的地摊货都这么奢侈高档装备吗？季爷为找下台阶接触女主，竟厚脸皮开始主动点菜蹭饭，结果一听说又要按市价收黑心餐费，他那驴脸又一次拉得老长。唐君瑶装模作样看日历计算这狗血3个月隐婚倒计时，矫情觉得自己在这栋只缺男主爱的冰冷别墅里真是1秒也待不下去。偷窥狂纪汉成发现女主居然在睡梦中都喊着办离婚证甩了他心里那股男主尊严受挫的无名火瞬间气急败坏烧到头顶，最后因为一通强行推动剧情的闺蜜语音让2人无脑矛盾爆发。季爷拿那吓唬人的1个亿违约金开始霸总上身，咄咄逼人。唐君瑶也是嘴硬王者，当场表示这冥币他给得起，咱们明天就离。这种说散就散的虚伪洒脱感，让以为拿捏一切的季爷措手不及。究竟这场满屏降智误会和套路算计的假契约婚姻该如何烂尾收场？且看咱们这位全能挂逼清醒大女主